火山与熔岩遍布，大地满是燃烧的痕迹。原始的部落发展滞后，战火与浓烟四起。在纳塔实际画面放出之前，这片国度在大家心中的印象似乎都与火与战争紧密关联。然而，随着《龙的漫游》这支前瞻短片的到来，这些关键词近乎得到了彻底的颠覆。对于运营至第5年的《原神》游戏，此前推出的5个风格迥异且涵盖了现实世界多元文化背景的国家，在玩法和地图设计上不断突破，但伴随而来的是外界不曾中断的对《原神》是否还能持续创新的质疑。前2期视频中，我们盘点了设计团队随版本进程做出的方向性上的转变，其中既有沉淀，也有自我超越，还有基于玩家反馈做出的调整与妥协。历经枫丹版本5次常驻地图的更新，原神的开放世界设计流程已经趋于成熟，其重心也更倾向于地图引导和电影感交互的塑造。而这种稳健是否也意味着想要在此基础上再次进化，已然成为了风险极高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今年8月，纳塔地图的首次亮相不负众望，制作组凭借全新的定义和理解刷新了我们的既有认知，在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以潮酷和多彩为核心的视觉符号交相辉映，营造出独特的设计美学。本期视频，我们将从玩家的新鲜感、自然感、沉浸感3个直观体验出发，一同梳理纳塔迄今为止的地图设计，探讨原神是如何在开放世界塑造的道路上持续绽放生命力的。纳塔的地图大吗？相比邻国须弥延绵的沙漠和雨林，纳塔地图并不算特别宽广。纳塔的地图丰富吗？相信绝大部分玩家都会给予肯定。这就是针对纳塔最直白的2问2答，也是其地图设计的奥妙所在。游戏地图并非简单的2维图块，它是囊括了立体高差、多级别兴趣点、景观与玩法双维度等元素的复杂载体，为维持玩家的探索乐趣提供持续的地图吸引力。在设计过程中，消耗型内容要竭力削减玩家热情的耗散，常驻型内容要尽量避免在版本迭代历程中玩家体验感上的重复。服务型游戏在持续运营的道路上似乎有着坚不可破的阻力，而抓住新鲜感方是破局之策。跟随焰光的指引，穿越长峡与溪谷，在隆重驰行的辽火之源上，采石与燕泉之国的光景就此展开。除须弥外，过往国家的元素构成通常是以核心区域为主体，特殊区域为附属的形式，涉及到的文化原型也相对集中。而纳塔元素的取材对象极其广泛，其主流文化被均匀分摊为了6种。纳塔也因此拥有独一档的更新模式。为了体现各个元素的特点，各区块内容的堆叠密度和差异化水准相较之前国家无疑格外突出。探索自由度同样作为被玩家和制作组高频提及的关键指标，随着6大龙种的推出，也焕发了新的生机。纳塔在区块差异度上有什么变化？原神的架空国家均以多文化融合为灵感，在内部不同区域的设计上，采用尽可能丰富的多样性来源作为根基。须弥的文化原型横跨埃及直至南亚，混合分布在沙漠和雨林，但在差异度上，这些文化特征主要体现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内容载体，如文字、贴图、模型等，并没有在游戏体验的实感上带来充足的差距。换句话说，丰富的灵感来源没有直接转化为区块差异度上的提升。在枫丹的体验过程中，水上与水下的场景带来了一定的新鲜感，而地区内部的差异度依旧不足。上期视频中，我们也讨论了枫丹可能存在的同质化风险。这样的设计对游戏国家来说固然有整体上的进步，但从长线运营的角度看，反而是一种缺憾。也就是说，玩家对于长草的体感会明显提升。因此，在此刻基于比须弥更加具有广泛原型的第6国，是一个在叙事和玩法层面做出突破的绝佳机会。纳塔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主城，而是反常地将圣火竞技场这一核心地标置于出入纳塔时视觉中心之外的陷坑。这种削弱核心地标的决策有利于地图多元化。我们可以看到，以6大龙种为基底，发展出特色鲜明的6大部落文化。
在龙之魂赋的总设计下，围绕不同主题塑造出的地貌环境，又以此衍生设计出的挑战解谜，风格迥异的人物服饰、建筑风格、场景音乐等，在不同地区大放异彩。纳塔在区块差异度上的提升，为创新叙事的支撑、版本地图内容释出的节奏、玩家长期游玩过程中新鲜感的持续留存，都带来了极大的优势。纳塔在探索自由度上有什么变化？原神的每个国家以版本为统计单元的地图区域，都在玩法的维度上做了差异化迭代。拥有6座岛屿的道期，在早期玩法设计上比较保守。作为任务主导型的须弥，在探索上与大型世界任务紧密结合，玩法差分不算惊奇。引入了分层地图和潜水机制的枫丹，对任务结构进行优化。连续3个版本推出新的远海异种能力，针对这些能力开发新的探索元素，游玩层次感大幅提升，为后续设计的演进踏出了一片土壤。回到纳塔，制作组通过画龙妙法为玩法引入了操控的新层面，多样化的移动机制，注意开放世界内容的多方面成长，是探索主导型的革新。探索自由度的提升，实际上是给予玩家更高的操作权。如果玩家已经被告知要按照一系列既定的步骤推进探索，那么探索本身也将沦为重复的线性流程。纳塔则打破了这一模式，以骑游龙的游西林道玩法为例，其抵达终点的过程充满变数，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而同为长距离移动方式的枫丹洋流交互元素就相对少一些。探索自由度的跃进，似乎促使着玩家和制作组一起发生思维的转变。探索进程所要抵达的彼岸固然重要，但不应是被过分关注的焦点。如何获得更具趣味性和新鲜感的探索体验，通过自由度充实探索过程，也许才是我们共同摸索的方向。然而，面对操作的多端适配和多类型玩家的不同需求，自由度的标准也变得复杂。更高的探索自由度依赖不同的移动方式，而过多的移动方式必定带来机制的拆分，一定程度上会加重操作负担。以钩索类技能为例，相比四叶印或是金里浮月，逆野龙多出了魂赋步骤，金尼奇多出了切换配对步骤。对于更偏向轻松探索的玩家来说，似乎远海异种的吸取机制是更简单直接的方式，但也正因为机制简单，玩法相应的少了，这就是机制复杂性和流畅性的矛盾之处。也许在追寻自由度的路上要兼具这二者，困难重重，但只要勇于推陈出新，用更多元的玩法充盈大世界内容，才能带来如纳塔一样的更加新鲜而深刻的体验。针对纳塔首个版本的调研问卷，提及了自然感一词，官方对此进行了如下阐释：所谓自然感，是能够让玩家深切体会到人与动物自然生活的状态，以及认为该区域具备的一个完整的生态环境。那么这样的地方可被认定为是拥有自然感的。纳塔大世界中，小动物与龙都会因玩家的行为而产生对应的反应，敌对生物也会因距离等因素改变仇恨等级，生物与生物之间存在交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互动。这其实只是自然感最浅层的体现。若想拆解自然感在纳塔的深度表达，离不开元素的融合与发散，场景的彩蛋与巧思这两个话题。纳塔最核心的元素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火元素在纳塔的高阶呈现形式燃素。纳塔在燃素的引入和表达上呈现出强烈的生态感和文化感。反观枫丹，只是作为点缀存在的蛮荒概念，相关大世界物件设计的相对独立，在故事背景上的解释也比较少。而纳塔可以说是围绕燃素构建出的大世界，且展现在玩法及故事等方方面面。玩法层面，燃素是隆重与角色在纳塔特殊移动技能中的消耗资源，也是在战斗中的策略资源。相较过去元素机关孤立于地形，纳塔的换血灵、熔土裂隙、燃素交织而成的游戏灵道等诸多互动要素渗透至环境之中，使交互与地形的融合，探索体验更加立体。很多解谜通过涂鸦的方式来进行提示，生动且自然。
在生态场景的构建上，燃素对纳塔人来说是照明能源，对部分植物来说是生长能源，类似须弥的三项重物。这种对细节的刻画是自然感的直接表现。故事层面，燃素是纳塔的精神图腾，昂扬不灭的圣火象征着纳塔人永不屈服的意志。历代的英雄豪杰用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将纳塔的火向未来传递。6大英雄的古名继承者所拥有的夜魂加持状态，可能也暗示着燃素与圣火规则的紧密联系。从支线到主线，我们同样经常能够看到燃素的影子，其对故事背景的铺陈也更加完整。纳塔通过一脉相承的元素体系，展示了世界观的统一性和进步。燃素与生态的密切融合，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种元素的发散。疾风龙在固态燃素上攀附，骑游龙在液态燃素中遨游，逆叶龙利用卷叶符印快速移动。未来版本的容翼龙可以借助气态燃素向高处攀升。燃素围绕着不同的区域特色，演变分化出了如流金之脉、浮土境界等不同的自然景观。发散还体现在单一物件的多分支用途上。我们拿典型的燃素植物火流果为例，其既可以充当火元素力注意解谜，作为炸弹引爆矿脉，也可以在与山王的战斗中打出制胜一击，由此深化了生态多样性和自然感，提升了设计层次。宏大叙事，细微表达，燃素的融合与发散，向我们展示了更具结构化的开放世界设计新台阶。纳塔场景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什么？诚然，广阔的原始旷野很难不给人以初见的震撼。连绵的山体涂鸦和部落壁画昭示着这片土地漫溢的温度和热情。然而，真正能直抵玩家情感深处的内容，往往是不期而遇的惊喜。制作组在与小家伙有关的长线内容中设计了龙选者的旅记系列任务，这些没有完成度要求的任务会在玩家探索地图时偶然触发，动态事件的加入使地图显得生机勃勃。完成部分任务后，在歇息处会逐步增加摆设布置，如同秘密基地一般，强化我们与小家伙的情感联系，使得探索不仅仅是完成任务的过程，也是建立同伴空间的体验。歇息处是沉郁谷锦落亭的升级版，虽说都是通过强制传送的方式解锁，但歇息处的小巧思明显更胜一筹。收集会有涂鸦的猎石，解锁隐藏洞窟，剿灭地方传奇及黑曜石图腾挑战，获得成就名片，参与各部族勇士的挑战，提升操作水平，借助黑曜石断片收集部族秘藏之所的祝圣之霜。这些探索奖励的创新极大程度充实了大世界内容，可遗憾之处是纳塔的大世界仍然以一次性消耗型内容的填充为主，其具有的交互玩法本身仍然不具有让玩家可以以之为基础开发出新的创意玩法的土壤。原神面对用户生成内容的探索依然局限于陈歌湖布置或者音乐编谱等局部尝试，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原神的服务型游戏定位决定了它的内容量都将长期绝对性的依赖制作组的产能，即以天为周期持续为游戏注入消耗型内容。这样的高频内容更新量在服务型游戏历史上前所未见，一定程度上使得用户生成内容的发掘不那么紧迫。超短版本间隔也导致了不论提前多少版本开发，云给每一种新特性的测试和完善的时间都非常有限。用户生成内容倘若融入大世界，不确定因素和对多端游戏稳定性的影响也难以掌控。当然，原神的开发团队仍在不断成长，也许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团队的进步，以后我们能有机会在原神的开放世界中体验到更多的创意性内容。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探讨了纳塔在玩家新鲜感和自然感上做出的改变，而最终这些努力都要服务于讲好故事的目标，也就是沉浸感。在最后这个环节，我们来谈谈原神在叙事手法上结合开放世界
做出了怎样的尝试与挖掘。旧日之海世界任务中，我们曾与斯库拉一同穿越雅努斯之门，修复黄金水道，共奏由水柱构成的巨大竖琴。这些场面相信给许多玩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原神地图在剧情演出中的运用。上期视频我们讨论了原神利用大地图场景进行电影化叙事的尝试，纳塔则更进一步，这种尝试被融入魔神任务中，并且不再仅仅利用个别或局部场景进行电影化表现，而是充分利用起了游戏交互的核心优势，以大地图自身为媒介，将战争中的一幕幕特写场景串联成一幅壮阔的全景画卷。在此，让我们解构纳塔的沉浸叙事，探寻其中的奥秘。战斗对于旅行者来说并非陌生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冒险途中的家常便饭。然而战争不是程度可控的战斗，尤其当敌人是深渊这样深不可测的存在时，战争的刻画必然要从正面直接给玩家造成感官与心理防线的冲击，而不是仅限于侧面的对战争的残酷的描写。与策略类游戏不同，作为角色扮演类游戏，玩家的视角通常依附于主角，我们所能认知到的战争必然被所能看到的范围局限，也就是说，对全面性战争惨烈程度的刻画难度很高。原神制作组巧妙活用了开放世界这个大前提，将这种局限转化为叙事的独特优势。首先，我们要让玩家尽可能充分参与到战争的各个角落，但同时不能让主角孤身一人解决所有危机。因此，要让玩家一边知悉战争的总体态势，一边在战场各地穿梭奔波。如果使用传送锚点轻而易举地到达任何地点，那么这就与前面所说的要求背道而驰。此时，游戏不得不限制主角的移动能力。原神过去的部分剧情也经常禁用传送功能，如在空间异常紊乱的层岩深底，或是花神淡季的梦境之中，但这些场景往往局限在极小的移动范围内，与纳塔的全境战争不能同日而语。制作组通过纳塔地脉状态极不稳定的前提，从剧情逻辑上禁用了传送锚点，进而引入热气球这一移动工具。热气球在不同战况中的运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战争初期，整体的紧张感尚未攀升，玩家借助热气球俯瞰沿路各处的情况。随着战事愈发焦灼，整体节奏加快，游戏直接跳过了乘坐热气球赶赴的部分。当无法被破坏的深渊流石落下，我们目睹了流泉之众的无力时刻。此时战况的惨烈程度达到了巅峰，偏偏在这一小节中，游戏让我们全程乘坐热气球，从有目的性的前往支援地点，到因支援地点早已沦陷而转移目标，再到漫无目的的漂流。战争的浩劫通过这绝望5分钟向玩家做出了阐释。除此之外，在玩家接触不到的地方，包括其他角色面临的战场情况，统一被小地图上选木人信使的战报囊括。玩家在进行分支选择的同时，也能全方位地了解战场的动态。无力感并非来自于战力的不足，而是随着战争态势的严峻与纳塔防线的崩溃、战报的减少而一点点加深。最后，受业者战争开启，还魂师加护了所有还在战斗的战士，牺牲不再出现，反击的号角势如破竹，全图的情报又再一次畅通无阻。小地图的细节充分发挥了对剧情张力在战争叙事中的调节作用。游戏地图不仅仅是剧情演绎的舞台，它本身应该也能讲述故事。关于环境叙事，实际上就是创造尽可能鲜活的游戏世界，和提升新鲜感与自然感的目的非常类似。优秀的环境叙事是值得推敲的，地图与故事的有机结合，不断拓展着内容的深度。这种体验有时能比单纯的奖励更加珍贵。纳塔各地四散着运龙车和龙贩子，愚人众的燃素开采研究所藏匿着隆重与文本线索。我们似乎看到了愚人众与各方势力的阴暗交易。在巨石山中与一只小逆叶龙接触，我们似乎又理解了纳塔人龙之间的复杂情感。实际上，早在游戏初期的雪山石碑，叙事元素与环境的融合已经比较清晰。优秀的例子还有枫丹秀堕的暗线故事、陈玉谷南陵的遗迹群等。然而，因为玩家群体轻量化的倾向，
对地图叙事的挖掘能力总体有限，我们逐渐看到更多的小型支线，如哐哐锵锵王山行、熟是生非等。关于环境叙事，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单独讨论一下。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纳塔地图全新的设计思路带给玩家崭新的游玩体验，同时也对我们的文案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通过本期视频，各位旅行者能由浅入深地对纳塔地图设计有更全面的理解。纳塔新版本即将到来，新的地图、新的机制，非常值得期待。未来我们可能会尝试从更细致的切面入手，展开更多偏硬核的内容讨论。旅行者们，我们下期视频再会。